南部战区新发言人4号就美舰擅闯中国南沙仁爱礁临近海域发表谈话指，战区组织海上兵力全程跟监警戒，强调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擅闯南海的吉福兹号是一艘滨海战斗舰，而该类舰艇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美国海军史上最失败项目。近年来面临低龄退役尴尬处境的滨海战斗舰，为何近来频繁现身南海？背后有何动机？来看看报道。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田军礼空军大校表示，12月4号，美吉福兹号滨海战斗舰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闯入中国南沙仁爱礁临近海域。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上兵力全程跟监警戒。发言人强调，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美国海军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辩称，该行为符合国际法。吉福兹号是在南海所谓国际水域进行例行作业，美国第7舰队每天都在该海域执行任务，几十年来一直如此。对此，田军礼大校指出，美蓄意搅局南海，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安全，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充分说明美是南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值得注意的是，这是近2周来美舰第2次擅闯中国南海海域。此前，在11月25号，美霍珀号导弹驱逐舰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闯入中国西沙领海，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跟踪监视、警告驱离。外界有观察指出，华盛顿方面近期在南海方向的动作频频，显露出其急于安抚菲律宾等亚洲盟友的心态，同时意在试探中方在南海问题上的战略红线，这无疑给中美两军恢复沟通制造了阻碍。美国还是希望拉更多的区域内的合作伙伴来一起对抗中国。菲律宾它地理位置非常之好它无论是对南海还是对这个台海呢在地理上都相对比较接近，而且呢这个如果是驻军的话呢，会有比较好的这个驻军条件。再有一点呢，就是说菲律宾它也本身呢这个也是美国经营这么多年，有比较强的这种亲美倾向包括在南海问题上呢，跟咱们也是有着比较大的争端。再有一点补充的呢，就是说，菲律宾本身的它实力也比较弱，就是说它单独对抗中国是不太可能的，所以说它必须得拉域外的国家进来，那这也就给了美国的可乘之机。而吉福兹号也不是近期第一次现身南海。上月21号，美国和菲律宾在南海举行为期3天的海空联合巡逻，其中就包括隶属美国海军第7舰队的吉福兹号。美军滨海战斗舰诞生于21世纪初，计划取代传统的护卫舰、扫雷舰、巡逻舰等近海型作战单位，主要有3体船设计的独立级和单体船的自由级2种型号。此次搅局南海的吉福兹号是属于独立级滨海战斗舰，为铝合金复合型高性能3体舰，长127.6米，排水量2784吨，由一个瘦长的中央船体和2个狭长的约主船体长度1半的侧体组合而成。这种船体不仅能减少波浪对船首的撞击，降低兴波阻力，而且使舰船的纵向稳定性和推进效率均得到很大提高。另外，由于独立级的动力系统是4台柴燃联合的喷水推进装置，这使其推进效率进一步提高，最高航速可以达到50节以上。独立级滨海战斗舰装备了一门57毫米隐形舰炮系统，在直升机机库上方装备了2门30毫米舰炮和一套拉姆反舰导弹防御系统。在滨海战区，特别是充满着杂波干扰的地区，具有巨大的优势。独立级还配备 MK48 通用型垂直发射系统，能发射北约改进型海麻雀防空导弹和阿斯洛克反潜导弹。此外，独立级还可以根据任务需求加装反舰导弹。
自研发之初，滨海战斗舰就凭借其更快的巡航速度，以及更适合在近海沿岸与前海区作战的轻量化隐身设计，被外界认为是美国搅局南海的利器。2016年10月，科罗纳多号滨海战斗舰就首次部署到亚太地区，进驻新加坡樟宜海军基地。此后，美国以为印太战略护航为由，部署更多滨海战斗舰至亚太地区。在一段时间的部署使用后，滨海战斗舰偏科的设计逐渐暴露出问题，看似设计超前，实际使用却不靠谱。其中设计之初引以为豪的任务模块系统，虽然令该舰型可涵盖水面战、反水雷和反潜战模块，但故障不断且切换时间慢等问题令美军十分头疼。另外，舰装小炮火力不足，传动系统容易出现故障，采购和使用成本过高等问题也阴魂不散。加上一艘滨海战斗舰实际造价超5亿美元，年均维护成本超过7000万美元，一度被美媒称为美国海军有史以来最失败的项目。尽管美军对已服役的滨海战斗舰进行了一系列改造，包括加装可发射战斧的远程导弹发射器等，但美军方高层也逐渐意识到，该类舰型已不适应当前的大国竞争战略需求。这样的一个设计原本是一个，我觉得是蛮创新的一个概念，就是那我要执行什么任务我就改装嘛，那其实我都用同一艘船。可是后来就是实物上来讲，却发生不是那么回事。第一个讲就是说，它的那些模组化套件不像原本讲很快我就可以改装完成，我要花一段时间，那变成我的船就要停在港口内不能用。那第二个就是它强调的是自动化，所以它其实编制的人员是很少，大概是100人以内。我觉得让美国海军变成说，他觉得变成是我每一种任务好像都可以执行，可是它每一种任务都没有办法执行得很好。那再加上我觉得是整个国际局势的一个环境的改变，让他变成说，他认为，滨海战斗其实没有办法满足他的作战需求。今年6月，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以滨海战斗舰项目已经不符合美国现行的军事战略为由，放行了海军退役自由级滨海战斗舰的提案。自此，在美军平均服役年限不足10年的滨海战斗舰进入退役封存阶段。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相关预算的遗留问题，美军没有立刻停止滨海战斗舰的建造，而是进入一边建造、一边入列服役、一边改造、一边退役、一边外销出售的奇怪场面。美军吉福斯号滨海战斗舰周一强闯仁爱礁邻近海域，南部战区组织海上兵力全程跟监警戒。战区发言人严厉谴责美方蓄意搅局南海。您对此有何观察？好的，主持人。那么，正如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田军礼大校他所严正警告的，美方的最新动作呢，严重侵犯中国的主权和安全，是对南海的蓄意搅局。那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美方这样一种恶意搅局近来有加剧升级的危险势头。美军刚刚和菲律宾进行了为期3天的海空联合巡航，那么10天前也曾经以一艘导弹驱逐舰未经中方批准来擅闯我国的西沙领海。那么这一次呢，它的挑衅地点更加敏感，仁爱礁正是菲方的这个旧军舰坐滩闹剧的上演地。那么今年以来，菲方的船舰已经发生多次和中方船舰的海上碰撞与争执，所以呢，美军滨海舰此时现身，也是在为菲方在做站台背书。事实上呢，菲律宾这段时间爆发所谓的南海多动症，各种异动不断，一定程度上也正是出于域外势力的怂恿与推动。那么接下来在仁爱礁的海域，围绕那一艘坐滩的这个破军舰，菲方会不会再有后续的挑衅，值得我们密切关注。同样呢，可以确认，不管菲方挖空心思再演什么挑衅的闹剧，也不管域外国家如何来蓄意搅局、恶意推动，那么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主动权与掌控权，一定是牢牢握在中方手中。那么这从美舰屡闯南海相关海域，屡遭中方舰船全程跟监警戒、警告驱离，就可以得到细节上的见证。值得注意的是，今天法国外长科隆纳也在访问澳大利亚期间发言称，世界不需要新的危机，中方应该重新考虑在南海的所谓强硬行为。法国外长的逻辑显然是在倒果为因，也是明显的站队行径。世界不需要新危机，但是美军一再的挑衅行动，不正是刻意搅局在先吗？不正是在埋下所谓危机制造的种子吗？
须知啊，正如中国最高领导人在旧金山中美元首会晤中当面所告诫的，冲突对抗的后果是谁都不能承受的。所以啊，现在尤其应该关切的是，对于南海的区域搅局与外部干预，在一些域外国家会不会形成所谓的合龙之势？这呢，绝不是规避潜在危机的建设性的方法。